这一讲我们继续武帝元丰6年。这一年里是汉帝国外交大胜利的一年，先是和乌孙国稳固了联姻关系，然后西域诸国连番派使者回访，武帝尽情享受着万国来朝的喜悦，夸耀汉帝国的富庶。从外交角度来看，铺张浪费式的炫富是展示实力的一种手段，可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。毕竟糟蹋的这一点财富，比起浩大的军费开支来，实在是不值一提，浪费因此比节约更划算。从个人角度来看，人类作为社群动物，苦与乐注定是和攀比挂钩的。文官可以比品级，武将呢可以比军功，富人啊可以比财富，唯独皇帝天然就高居于权力和财富的顶点。要想从攀比当中获得幸福感，总不能跟自家的文臣武将和富户去比，而只有和卖国的国君去比了。回想战国年间，魏惠王在齐威王面前炫耀国宝一名著，也是这个道理。武帝恣意炫富收获的除了外国使臣的瞠目结舌之外，还有一些很实际的东西，比如大渊国盛产的葡萄和苜蓿。葡萄可以酿酒，苜蓿是大渊国特有的良马最爱吃的植物。汉使带回来的葡萄和苜蓿就种植在武帝的行宫附近，长势很好，一点都没有水土不服的样子。葡萄和苜蓿的种植很有时间节点的意义，它标志着河西走廊开通以来首次有记载的外来物种引进。在《史记》的记载里，大渊和它周边的国家都是用葡萄酿酒的。富人家里储藏的这个葡萄酒可以多达1万多矢，储藏几十年也不会坏。司马迁显然没有能搞清状况，当时酿酒还没有出现蒸馏技术，葡萄酒的酒精含量低，根本保存不到几十年。不过葡萄有2个特别突出的优势，一是适应力超强，在各种温度湿度的土地上都很容易存活；二是特别容易发酵酿酒，可能是所有酿酒原料里边最容易酿酒的一种了。苜蓿呢，也是一种好东西，不但马爱吃，牛也爱吃。人如果不太讲究的话，其实也可以吃，还能酿酒。盛唐诗人薛令之有一首很著名的诗，当时呢他在东宫做官，待遇低，福利差，所以牢骚满腹，说朝日上短团，照见先生盘，盘中何所有？苜蓿长栏杆。这是抱怨伙食差，盘子里只有几根苜蓿胡乱横着，胡乱的刨几口，充饥好了。南宋有一位美食家林洪读薛令之这首诗，虽然能被诗句里的情绪感染，但自己没吃过苜蓿，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有多难吃。后来有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林洪得到了苜蓿的种子和栽培方法，自己种了来吃，大为感慨，说这东西明明怎么做都好吃嘛。所以薛令之的事应该只是借题发挥，抱怨前途而已。林洪是福建人，早年对苜蓿不了解，情有可原，因为苜蓿传入中国之后，只在北方特别受重视。今天我们读世界史知道，苜蓿是牧草之王，葡萄是最廉价的酿酒原料。引入这样的外来物种，无论如何都是好事，至少怎么都挑不出来毛病吧。但古人呢，看待外来物种有一种很特殊的心态，警惕性特别强。这倒不是出于今天概念里的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意识，而是生怕华夏从此沦为一地。设身处地一下，其实倒也不难理解，祖祖辈辈生长的地方都是种植五谷的，离家几年再回来一看，怎么到处都是葡萄和苜蓿了，一派异域风情。这在栽艺理论里边有个专有名词叫草木之变。杜甫有一首诗，当时他途经秦州，今天的甘肃天水一带，眺望着一线葡萄熟，秋山苜蓿多，满满都是外来物种。再看山河，观云常带雨，色水不成河。雨水虽多，但地貌荒凉无阻，雨水轻易就流散了。再看看当地人，羌女轻逢岁，胡儿掣骆驼，边塞风情，胡汉杂剧。这一切唤起的并不是丰收和民族大团结的喜悦，而是
自伤迟暮眼，丧乱饱经过。没想到颠沛流离了一辈子，最后看到的竟然还是这种不堪的景象。没过多久，当地固然就被吐蕃攻占了。等人在积极的心态里，穆许无异于国宝。君王若问安边策，穆许漫山镇马肥，这是宋人李时的事。只要穆许漫山遍野，战马呢就能养得膘肥体壮，边患问题也就不难解决了。穆许和葡萄所呈现的意象，就应当像唐朝诗人芒维所描述的那样：穆许随天马，葡萄逐汉臣，当令卖国具，不敢逆鹤庆。汉武帝如果能读到这两首诗，一定心有戚戚焉。现在穆许有了，良马也有了，看匈奴到底还能张狂到几时。而让武帝特别不快的是，任凭自己对西域诸国又是炫耀国力，又是悉心笼络，西域诸国到底还是更怕匈奴。这倒不难理解，因为站在西域诸国的角度，汉帝国就算再强盛再清静，但最多只能算是远近。匈奴就算国力大不如前，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更何况还是近邻。史记有记载说，那个时候匈奴使者只要拿着单于的一件信物，就可以在西域诸国畅行无阻，不管走到哪儿都能白吃白喝。汉使就没有这个待遇了，无论吃喝用度，一切都要花钱买。不过平心而论，以武帝派遣使节团的那个阵仗，如果和匈奴使者同等待遇的话，库奇用不了几年就能把西域地区的城邦型小国统统吃垮。这一年里，匈奴的乌维单于过世，他的儿子乌师卢继位，因为年纪太小，被称为儿单于。早在乌维单于的时代，匈奴就已经退到北方苦寒之地了。在儿单于继位之后，匈奴继续向西北方向迁徙。资治通鉴的原文是单于亦西北徙，字面上很容易理解为儿单于带着匈奴族人继续北撤，但并不是。这个西北是站在汉帝国的角度来说的，匈奴的移动方向不是退缩，而是压到了汉帝国的西北边境，这在呼应得上下一句：左方兵执云中，右方兵持酒泉、敦煌郡。也就是说，匈奴兵分两路，以左翼压迫云中郡，右翼压迫酒泉、敦煌两郡。这就意味着匈奴刻意在向西域诸国靠拢，积极和汉帝国争夺对西域诸国的影响力。假如不这样做的话，那么以汉武帝对西域诸国的笼络力度，估计要不了几年，匈奴在国际社会上就会被彻底孤立了。还有一个暂时虽然看不出来，但影响深远的后果，那就是原本在匈奴东边的乌桓、鲜卑终于可以放飞自我，野蛮生长了，将来会成为中原大患。我们只要想到这一层，就容易理解那些反对汉武帝及其对匈奴用兵的人了。在他们看来，游牧民族是杀不完的，北方边患是根除不了的，实在是按下葫芦起来瓢，所以明智的打法就应该是像轰苍蝇，苍蝇来了就轰，苍蝇飞走了就让他们飞走好了。元丰6年的大事件就到此结束了，进入太初元年。严格来说，这并不是一进入新年就改叫太初元年的，而要等到本年度制定了太初历，后来才拿这个名目作为年号的。年初，照例又是盛大巡游，又跑了一趟泰山和海滨地带，检验一下方士们入海求仙的成果。当然不可能有任何成果，但武帝没有收手，反而派出了更多的方士入海求仙。我们看武帝这些年的求仙历程，一次次受骗上当，一次次大失所望，然而呢，又总是一次次热情重燃，执念不可谓不深，诚意不可谓不足。我们倒也不好苛责2000年前的古人，即便在科学昌明的现代社会，同样的执念也是屡见不鲜的。武帝一路在东方忙于各种祭祀，但似乎并没有迎来神明保佑，长安百梁台竟然失火了。等武帝回来长安办公和接见外宾，就只好改在甘泉宫了。宫殿火灾，
按说不会有太大的人员伤亡，也不会影响民生。但问题是，怎么解释这场火灾呢？回想百良台的兴建，那还只是11年前的事情。工程啊，不是一般的浩大，还修出来高耸夺目的仙人承露盘，为武帝贡献琼浆玉液。失火，难道意味着武帝做错了，遭天谴了吗？再说了，武帝就算家大业大，不在乎损失，但接见卖兵这种事，不得不转移到规格差一级的甘泉宫去，太没面子了。武帝的情绪啊，必须有个出口才行。那么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把百良台的火灾说成是好事，让武帝转怒为喜呢？那当然是有办法呢，而且是老办法。先前武帝办完封禅大典，却遭遇旱灾，公孙卿搬出来皇帝封禅之后干封3年的历史，不是就轻轻松松的化解危机了吗？借助《史记》的讲述，如今还是公孙卿搬出来的历史榜样，还是皇帝。说皇帝当年修建清灵台，12天之后就被烧了，皇帝于是修建明廷，而当年的明廷就在现在甘泉宫的位置。有公孙卿这样一起头，房士们赶紧是添枝架叶，倡议来，武帝一驾甘泉宫就不算丢面子了。百良台火灾更不是什么天谴，现实生活里的每一个步骤其实都是当年皇帝传奇生涯的再现。接下来不问可知，皇帝最后乘龙上天了，武帝必然呢也会乘龙上天，追随皇帝而去。事情看来可以翻篇了，但是被烧毁的百良台该怎么处置呢？是放着不管呢，还是原样修复呢？这2种方案都太平常了，不可能对了武帝的胃口。这个时候，另一派江湖术士跳出来了。我们下一讲再见。